震卦，天时震卦是雷雨、雷鸣、地震，这个很好理解。雷震卦本来就是雷，它是雷雨、雷鸣、地震，火山喷发，火山喷发也是震卦。你看，这是大地，在大地底下动，这个爻是阳爻，它是往上走的，是不是火山喷发？震卦是不是火山喷发？震卦是地底下动，就是火山喷发。数字3，三是什么呀？38是什么象？木吧。木是不是38？我们的河图之数木就是38吧。4呢？4是什么象？先天还是后天？乾兑离震，先天的数，这个是河图之数，38是河图之数，4是先天之数。但是呢，就是如果在卦里面去推某一个东西，就是我刚才讲的，比如说签证几份，你今年能够做几份，做考卷你能够做几张考卷之类的，往往用五行，就是用河图，用这个数，用38这种数，不用4这个数。正常情况下，用八卦来推这个数字，一般是用五行的数，就是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。水1，火2，木3，金4，土5，用五行的数。方位是在正东，震卦的方位是在正东，季节是春分春季。震卦在哪里？在后天八卦，震卦在这个位置，这个就是春分春季的位置，它在这个巳震这个位置上，代表春天。然后人物，震卦的人物有名望的人，震卦是有名望的人。为什么是有名望的人啊？有名望的人他才能够有这种震动的效果啊。有名望的人，常在运动中的人，运动中的人，震卦就是动啊，所以说运动的人他就是震卦。运动员、飞行员、列车员、乘务员、驾驶员、邮递员、快递小哥，跑，快递小哥要跑，震卦就是跑，震卦就是动，在这里动。大家记住了，阳就是动，阴就是静，就是震卦就代表跑，所以快递员、邮递员、什么驾驶员、乘务员，这些都是偏偏在跑。乘务员他虽然不动，他自己好像不动，但他底下在动，车在动，火车的那个乘务员。情绪激动不稳的人也是震卦，情绪激动和不稳的人，急躁的人，这个都是震卦。雷厉风行执行任务的人，军人、警察、法官，这个都属于震卦，因为他要动，他要执行任务，他就要动。有权力权威的人，将帅、领导、管理者、指挥员。成年男子，震卦也代表成年男子，因为他是长男嘛，震卦代表长男嘛。长子继承人，心生力量，不安分者。长子很好理解，大家都知道了，震卦是长子，长子他必然是继承人。我们中国嘛，就是立嫡以长，就是继承人，然后心生力量。震卦跟什么相比是心生力量？哪一个是老的力量？乾卦。震卦跟乾卦是什么关系啊？乾卦是爹，震卦是他的长子，震卦是长男，所以说震卦跟乾卦很多地方很相像。长子跟父亲啊，往往很接近。纳甲的时候啊，就纳天干地支的时候，你看震卦纳的跟乾卦纳的一样的，那地支是一样的。不安分者，为什么是不安分者？因为他在动嘛，因为他躁动嘛，底下不停的动。不安分者就是震卦给人一种感觉，他可能这下不动，他心里拼命在动，他是一种很激动、很急躁，恨不得赶快去干，有这种象。这是人物。婚姻，订婚、结婚、闪婚、闪离、军婚，婚姻不稳定、旅行、结婚，这都是震卦。我们来看订婚、结婚。总而言之，震卦是一种状态，就是站婚姻站到震卦，就是说他现在正在为婚姻在动，那就是不是订婚就是结婚，那要不然就闪婚闪离。震卦就是他是在动的，他是闲不下来的。你拉他，你想让他停下来，他停不下来的，他一定要干活，一定要动，不是订婚就是结婚，就是闪婚闪离。然后军婚，为什么是军婚？因为震卦刚才说了，震卦有军人的这种象，有军人啊、警察啊这种象，所以说他的婚姻一般是军婚。然后婚姻不稳定，为什么婚姻不稳定？我刚才说的震卦要动嘛，就代表婚姻不稳定，当然也代表他在婚姻当中不守常规，经常会跟太太做出一些浪漫的事情来，也有这种可能性。总之也是婚姻不稳定嘛。婚姻不稳定也有好的，稳定就是平平无奇嘛。婚姻不稳定，他就有可能制造出很多浪漫的，反正这个人不闲着，不停的有一些新主意出来。还有旅行结婚，为什么是旅行结婚？也是腿在动，脚在动嘛，是旅行结婚。所以说测婚姻的时候看到震卦，哎，你刚结婚吗？是不是旅行结婚啊？就可以做出这方面的判断。然后孕产是男孩，肯定是男孩，他是老大，男孩老大。胎儿，他也代表胎儿，胎儿为什么呢？胎儿的时候就不一定是男的女的。我跟你讲很有意思，
我发现凡是占生孩子的卦，里面一定有这个卦，什么卦？然后呢，一定有这个卦，真的一定有水当中动。那这个动，大家要注意，这个动它就代表动，它不代表男孩女孩，就是纯粹的代表小孩子胎儿在肚子当中踢，它是脚动嘛。小孩子在肚子当中是不是都是脚动？不会手动嘛，手不会乱舞吧，他肯定是脚在踢。所以说你看测运场的卦，无论是它的本卦还是它的复卦当中或者变卦当中会有这种象。你们今后自己测这个卦的时候，测运场卦的时候，你们自己注意一下，一个是坎卦，一个是震卦。然后胎儿胎动就是胎当中动，生产时间快，就是震卦代表时间快，个子高好动，足先出而难产。震卦特别明显，震卦跟巽卦特别是难产的象。震卦跟巽卦，巽卦代表什么？腿是吧？巽卦代表腿，不是头先出就是腿先出吧？不会手先出吧？有没有可能手先出？可能性不大，就是足先出，震卦就是脚先出来。这个脚先出来，震卦要在上卦还是下卦？必须是在下卦。你下卦看到震卦，真的会麻烦，你就告诉他别顺产了，占运产卦，上面是坤卦，下面是震卦，赶紧让他剖腹产，别等了，你会痛半死，因为你就是脚先出来。如果碰到这种卦，运产卦碰到这种卦又是静卦，一点都不要犹豫，建议他剖腹产，到了时间就剖腹产。这种卦肯定是什么？肯定是难产，肯定是脚先出，毫无疑问。尤其是静卦的时候，它不会变成另外一个卦，那另外一回事。如果是静卦，就是这种象，静卦就是上面坤卦代表母亲，下面代表小孩子，他是脚先出，而且是男孩，必须是男孩。钱财行业呢，它代表动，它代表运输、物流、快递、代价，这个很好理解。震卦就代表动，就是他的赚钱，他的所在的这个行业，它一定是动的行业，不是运输就是物流、快递和代价。然后临木，震卦代表木。哎，我跟你们说过震卦和巽卦的区别，震卦代表木，巽卦也代表木，它们的区别是什么？哎，震卦是春天刚刚新鲜的长出来的，这是震卦；巽卦是去年已经长出来了，已经很大了，这是震卦和巽卦的不同。所以说震卦是绿色的，是青色的，巽卦呢是蓝色的，它的颜色就比较深沉，就比绿色更沉。林木、林业、林木种植、木材加工，还有管理和领导。为什么是管理和领导啊？因为震卦有帅才、将帅、领导的这种象。刚才说的，它跟乾卦一样，长子嘛，他是太子，他是长子，他也有统领一方的这种象。老爹老了，长子就开始接管这个权力，所以他也有管理领导，也有很辛苦的这种象。震卦也有很辛苦的象。为什么很辛苦啊？因为它不停地动嘛。所以说为什么说健是很辛苦，乾卦也有很辛苦的象。然后呢，身体疾病，肝胆，震卦是肝胆，木就代表肝胆，木又分为寅木和卯木，一个肝一个胆，代表脚。震卦代表肝胆，巽卦也代表肝胆，震卦代表脚，代表头发，头发也是震卦。实际上头发它更多的是什么呢？发和须啊，它更多的是巽卦。它也是巽卦，巽卦的时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头发在风中飘扬。震卦的时候，头发代表它从皮肤里长出来了，生长出来了，短短的，长的可能是巽。就像我这种头发就是震卦，它刚刚长出来的。多动症、神经过敏、衰弱、抑郁都属于震卦。为什么是抑郁啊？哎，因为它动嘛，它动，它没得动的时候呢，它就抑郁了。所以说，抑郁症的人啊，他说话特别能说。他不停地说个没完，然后呢，抑郁症的人动的时候也特别能动，这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相反，他的动受了压抑，他就抑郁了；那没有受了压抑的时候，他就发出来了，就是神经过敏、衰弱、抑郁。还有地理场所，山林这个很好理解，震卦代表山林，代表林区，代表菜地、花圃，这个都懂嘛。然后花店、灌木丛、篱笆，正中地带，地震的正中地带，这也很好理解。菜市场，为什么菜市场是震卦？菜市场是震卦，并不是因为它人多，而是因为它是菜，它是菜市场，它不是肉市场。当然菜市场也卖肉，但菜市场更多的是青菜嘛，卖笋啊，卖什么那个都是震卦，卖新鲜的蔬菜那都是震卦，就是菜是震卦，所以菜市场是震卦。当然菜市场也有坤卦的象，刚才前面讲过，为什么菜市场是坤卦？就因为人很多。闹市这个很好理解，动闹，震卦本来就声音很大。
战场这更好理解了，战场就不停的乒乓不停的动，靶场、演奏会、广播电台，这都是跟动有关，跟动了就有噪音、有声音有关。乐器店、音乐厅、歌舞厅、机场、马路、高速公路、车站、军营，尤其是马路，马路就是正卦。然后机场也一样，飞机起降的地方也是正卦，也是很闹很吵。高速公路、车站、军营。前面说到高速公路还有什么？乾卦是不是也是高速公路？所以说乾卦跟正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大家不要被这种现象所迷惑。就是高速公路可以用乾卦表示，也可以用正卦表示，它甚至也可以用巽卦来表示。为什么可以用巽卦来表示？因为它很长，它很长，高速公路很长，无边无际，那个就是巽卦。就是一个物体、一个物件，它有不同的性质，那它就有不同的卦来表示。那物品。树木、树林、竹子、芦笋、蔬菜、鲜花、木材、广播收音机。广播收音机这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它有声音，它有震动。电话、高音喇叭、播放机、音箱、鼓锣、鞭炮、闹钟、飞机、汽车、飞船、橡皮艇、火箭、枪炮、导弹、箩筐、簸箕、酒杯、瓶。为什么是酒杯瓶啊？正什么？正就是养鱼嘛。正养鱼，它就这样养着的。口朝上的痰盂，盂就是痰盂的盂嘛，所以它有酒杯瓶罐的这种象。然后再下来家宅，家里面养植物，上家宅的时候出现正卦，往往会代表着你家附近种了很多树，你家里面养了很多鲜花，有这种象。有音箱或者音响，这也一样，就是家里面有音箱或者音响。当然你可以根据对象的不同做出判断，哎，你家里面是养了很多花草还是有音箱啊？就可以问人家。家附近有噪音、车站、广播站、树林、搬家、拆迁、盖房、修东屋、建车库。为什么是修东屋啊？正在东嘛。修车库呢？因为正是汽车嘛。我们现在讲一个卦啊，讲一个卦就结束。我讲卦并不是要你们来断这个卦，我只是要你们说，根据这个卦的上卦、下卦来辅助对这个卦做出判断来。你看这个卦，它是乾卦，这个卦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占他的仕途，这个人在这个地方，世爻在这个地方。至于说世爻为什么代表自己，接下来我们再来讲。那么这个应爻在这里代表什么呢？就这个人他要测他的在他的单位里面的仕途官运怎么样。我们来看看他的世爻，就他自己在的位置是一个乾卦，他的单位就是他所面临的那个环境，就是应爻。那为什么应爻是他的单位，世爻是他自己？这个讲到世爻和应爻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细讲。他的单位是在哪里？也在乾卦。这个卦就是上乾下乾，就是乾卦的象。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乾卦对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这个人的单位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，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。这个人他是父母爻持世，就是这个人他是在乾卦里面，说明说这个人的背景不一般。他是父母爻持世，就是他的父母肯定是大官。在乾卦就是很高贵的家庭，很高官的这种家庭，他的家庭很好，他的单位呢也很好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父母爻都很万象，就是这个人自己的家庭出身非常好，父母是大官，父母应该是那种元勋，就开国元勋这种，至少都是中将、少将这个级别的。然后他自己的单位也很好，他父母这么牛，他的单位人不好吗？就是从这个卦里面，就是上卦是乾卦，下卦也是乾卦，就可以推断出这个人的家庭和他的工作单位都是不一般的。我刚才讲的，当然这里面很多项，很多同学还听不太懂。比如说他这个世爻父母爻是化退，这个父母也是化退，就是他家原来很牛，现在不牛了。为什么不牛呢？因为父母亲已经退了，或者父母亲已经死了，就是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就原来是很牛的，现在时代已经过去了。这个人占官运就非常不好，官鬼在这里就很衰。就这个人原来非常牛，工作单位也很牛，现在家庭也不牛了，工作单位也不牛了，他自己当一个小官还赚不到钱，郁闷和不得志，就这种象。这两个上卦是一个坤卦，下卦是一个坤卦，给我们很多的指导。就是我们在断这个卦的时候啊，我知道上卦是乾卦，下卦是乾卦，完全就可以做出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。就这个人家庭很厉害，单位也很牛逼，比如说他父亲是军区司令，他自己在公安局，诸如此类的，肯定是这种象嘛。但是他后面动摇化退，就说明说他父亲现在已经不是司令了。那你这个公安局，原来你在公安局你是副局长，现在你退了，现在你
边缘化了。父亲没权了，你也边缘化了，就是你在单位也不像过去那么牛了，就是这么一种。我们讲八卦对于我们断卦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，所以我们学纳甲的初步就首先要把八卦搞透，要把它搞得非常清楚，一看到卦就知道是什么，就可以对我们的断卦做出判断，好吧？